据白宫消息人士向多家美国媒体放出的风声，拜登政府最快在当地时间14号宣布对中国电动汽车、电池和光伏等产品加征关税，其中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的关税将升至100%以上。综合彭博社和路透社消息，12号有美国政府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拜登将在白宫的一场活动上宣布提高关税的措施，完整公告预计最快14号公布。这名知情人士还说，针对中国电动汽车的总关税将从27.5%提高到102.5%，在目标行业的其他产品关税则将增加1倍或2倍。拜登政府据说已将重点范围锁定在战略竞争和所谓国家安全领域，但美联社进一步表示，美国将保留特朗普执政期间开始征收的绝大部分额外关税，涉及价值约36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对于这一系列消息，白宫以及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目前尚未回应，但外界普遍认为，正值中美关系已经企稳，但不安定因素正在聚集之际，美方此举无疑将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大的不确定性。美国舆论认为，美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并不顺利，是拜登或将采取保护主义的主要原因。2024年第一季度，美国电动汽车占新车总销量的份额为7.3%，较2023年第4季度有所下降。更令政策界担忧的是，包括通用、福特等老牌车企也开始削减在电动汽车方面的投入，这将导致美国电动汽车产业进一步与中国企业拉开距离。被美国汽车杂志评为该国市场最具性价比的电动汽车雪佛兰 Bolt 在去年底已经停产。如今，美国市场上几乎没有价格合理的电动汽车可供消费者选择。相比之下，中国新能源车的性价比很高。美联社报道称，比亚迪去年推出了名为海鸥的小型低价电动汽车，在中国的售价约为12000美元。美联社在报道中承认，这款电动汽车驾驶体验感良好，工艺水平和美国制造的电动汽车没有太大差别，价格却是美国产品的1/3。但实际上，由于贸易壁垒等因素，中国的电动汽车目前几乎没有进入美国市场。去年，美国进口的中国电动车总价值只有约780万美元。仅占中国电动车出口总额的0.02%，也就是说，此次对中国电动汽车征收关税再提高3倍，对中国而言实际影响并不大。Somewhat of a symbolic move in the sense that you don't really see Chinese EVs on the U.S. market. But BYD has become, along with Tesla, one of the world's 2 biggest producers. There's a lot of interest in seeing that car exported by China to other nations, including the U.S. With a 102% tariff, that's not going to happen. 拜登在选情焦灼的时候，选择延续始于特朗普时期301关税，并变本加厉，受到外界关注。有分析认为，拜登这是为了抢先打特朗普的牌。而拜登任期之初曾表示要考虑部分削减对华关税的承诺早已被抛在脑后。实际上，拜登对已经到期的301关税采取拖字诀，从2022年就开始的评估至今仍无结论。美国商界原本期待重新评估或成为美方结束关税战的举措，因为多项研究显示，这些额外的关税实际上是被消费者和美国企业承担了，不仅推升该国的通胀，还损害了美国制造商品的竞争力。此前，也有分析认为，将301关税的评估拖到2024年11月大选投票之后是更好的选择。但从当前美媒的集体放风可以看出，拜登政府正努力在选举之前给出定论，以塑造自己对华强硬的政治人设。据一名此前供职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低阶官员表示，拜登希望通过对华加税来缓解选民的焦虑。但经济学家认为，这种反市场经济的行为本质上是对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征税，将推高通胀，拉低就业率。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迄今为止，美国民众已经为美国政府对太阳能电池板、钢铁和铝以及中国制造的商品征收的关税额外支付了超过2300亿美元。这其中1半以上的关税是在拜登执政期间征收的。就在1个月前，拜登还以所谓不公平竞争为由，将中国钢铁和铝产品的关税再提高2倍。此外，拜登还宣布对中国造船、海事和物流领域的贸易行为展开所谓调查。
选民、选情、选票，这是美国当前关注的重点。那么从长远来看，肯定会对美国自身造成更多的反噬效果。但是呢，现在对于美国政府来说，短期的效能更加重要。未来呢，在不断试水的过程当中，也可能形成新的对华竞争。拜登政府对华新能源产品加征关税的一个重要论据是，在美方看来，中国新能源产业存在所谓产能过剩问题。近日，在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一档播客节目中，主持人凯雷斯达尔采访了美财长耶伦，谈及所谓产能过剩问题。主持人质问耶伦，有没有可能美国在这些领域被中国打败了？但耶伦再次老调重弹，声称双方的竞争并不公平。但当主持人追问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天价补贴行为后，耶伦却辩称这是美国的重大投资。We think China is massively subsidizing investment in a set of industries that they have targeted as critical to their growth prospects. Subsidizing more than we are with our investments in the CHIPS Act and the infrastructure law and all that? Yes, I think... we're pouring billions. You are pouring billions in. Well, we have targeted a few industries. What we don't want to see is massive Chinese subsidies to firms with huge overcapacity that will just drive our firms out of business. 外交部部长助理发言人华春莹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耶伦的表态翻译过来就是美国的补贴是战略性的，但当别人这么做时，那就是不公平竞争。在所谓的产能过剩的议题上，美国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逻辑链，难以自圆其说。但是呢，会通过不断的炒作来制造一个话题，进行叙事方面的铺垫。如果美国国内经济出现了问题，那并不是美国政府执政党的错，而是中国的错。美国现在打的不仅仅是竞选牌，也希望在长期对华竞争方面，在产能的发展方面能够获得更多的优势，来打击中国的经济。值得一提的是，8号至9号。中美21世纪20年代强化气候行动工作组会议在美国华盛顿特区召开。会议由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刘振明和美国总统国际气候政策高级顾问约翰·波德斯塔共同主持。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双方承诺推动双边合作，并在部署减排技术方面进行能力建设。这则消息和美方挥舞关税大棒打击中国新能源产业放在一起，让外界十分困惑。外交部也就此回应了深圳卫视驻京记者的提问。我们敦促美方不要一边修路一边挖坑，切实为中美气变合作和全球绿色转型创造有利条件。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邀请，韩国外长赵对烈于13号至14号起访华。此次会面是继去年11月釜山中日韩外长会后，中韩外长再次面对面会谈。也是韩国外长自2017年11月以后首次正式访问北京。13号下午，中韩外长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会谈。赵对烈13号在韩国金浦国际机场启程赴华之前表示，访华期间将为全新推动韩中关系发展迈出第一步。对于中韩外长会谈，赵对烈表示期待，称希望沟通坦诚深入，探讨双方具有巨大合作潜力的领域，进一步巩固两国关系发展基础。此次是赵对烈就任韩国外长后首次访华。今年1月10号，赵对烈接替朴振正式出任韩国外长。上任后，王毅曾于今年2月与其通话时表示，中韩互为重要近邻和合作伙伴，中国对韩政策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始终将韩国作为重要合作伙伴。希望韩方奉行积极、客观、友善的对华政策，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维护好中韩关系政治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回到健康稳定的发展轨道。王毅当时还提到，中韩经济联系密切，产供链高度互嵌，双方应共同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抵制经济问题政治化、泛安全化和工具化。13号下午，中韩外长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了正式会谈。对于此次访华，韩媒普遍关注赵对烈将致力于对或将于月底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与中方进行最终对表。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由韩方倡导，拟于26号至27号在首尔举行。一段时间以来，韩方都会表现得颇为积极。如能实现，这将是中日韩4年多来首次举行领导人会晤。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中日韩合作启动25周年。外界认为，中日韩若重启领导人会议，
有望为推进三国合作重回正轨打下坚实基础。赵对列访华主要有2方面的目的，那么首先是要寻求稳定和改善对华关系，那么显示尹锡悦政府重视对华关系的一个态度，想要推动实现中韩双边关系的重启。那么第2个目的是为了月底将要在首尔举行的中日韩领导人会议，那么做好预热和铺垫。那么届时中韩领导人也可能会举行双边会晤。那么赵对列这次访华也是为2国领导人的会晤来做一个准备。那么毕竟这对于尹锡悦政府来说是一次重要的主场外交，那么可以借此来彰显外交成果，来提振民意的支持。据韩联社报道，赵对列13号上午抵达北京后，随即举行与在华韩企负责人对话会。CJ 中国、现代汽车、三星中国、大韩航空、SK 中国、有利银行、LG 化学等企业负责人出席。赵对列在致开场白时称，韩中之间高度相互依赖是推动2国经济实现同步发展的原动力。他还说，中国经济结构正在向技术密集型转变，2国经贸关系也从过去的互补性关系逐渐转变为竞争性关系，这对韩国来说是严峻的挑战。赵对列表示，他将借此访致力于推动韩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加强包括韩中日领导人峰会在内的各层级对话与沟通。他说，外交部将与企业团结一致，积极开展经济外交，为当地韩企可预期的经商活动全力以赴。再来关注俄乌冲突。过去2年，俄军进攻的主要目标都基本在东线，但最近几天，大批俄军装甲部队从北部发动猛攻，目标直指乌克兰第2大城市哈尔科夫。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总统普京提名别洛乌索夫接替绍伊古出任国防部长，受到外界关注。克空称，更换防长主要出于创新开放的考量。俄乌局势吃紧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5个总统任期，密集任命及提名多个重要岗位，其中别洛乌索夫顶替绍伊古出任国防部长，尤其受到外界关注。据俄联邦委员会当地时间12号晚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消息，普京提名此前担任第1副总理的安德烈·别洛乌索夫为俄罗斯国防部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天告诉记者，普京提名的主要考量是，该国国防部需对创新、落实先进思想持开放态度，为经济竞争力创造条件。И второе, наверное, что важно отметить, это сегодня на поле боя побеждает тот, кто открыт, больше открыт для инноваций, больше открыт для максимально оперативного внедренчества. И поэтому, естественно, что на нынешнем этапе президент принял решение, чтобы 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обороны возглавил гражданский человек. 佩斯科夫还强调，确保国防支出符合俄罗斯国家整体利益至关重要。他介绍，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罗斯的军事预算已从占 GDP 的3%增长1倍多至6.7%，接近上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的情况。当时军事和执法当局占国家总支出的7.4%。值得注意的是，别洛乌索夫没有军事背景，而是一名经济学家。他今年65岁，毕业于莫斯科大学经济系，拥有丰富的经济领域工作经验。2006年起担任俄罗斯经济发展和贸易部副部长，正式步入政坛。之后还曾担任俄罗斯总统经济事务助理。2020年1月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第1副总理。值得注意的是，他任内主抓的重点项目之一是监督国产无人机生产计划，这也是普京最关注的领域之一，曾多次为此召开协调会议。事实上，俄罗斯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继续留任，这意味着他和别洛乌索夫将一前一后，分别负责对乌作战的实际军事指挥以及整合战时的俄罗斯经济。有西方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现在获胜的策略就是如何利用好俄军工联合体和整体经济的优势，打持久战。普京任命别洛乌索夫为新一任国防部长，可能是寻求通过更好地利用国防预算和推动创新来赢得最终胜利。外界还高度关注俄罗斯前国防部长绍伊古的去向。俄罗斯总统网站12号发布消息称，普京签署总统令，任命绍伊古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
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绍伊古将继续在他熟悉的领域开展工作，将负责管理俄罗斯联邦军事技术合作局的相关事务。同时，他还将担任俄军工委员会副主席。绍伊古担任俄罗斯防长已经长达12年，被认为是普京最亲密、最信任的助手。但俄乌冲突成了绍伊古防长生涯滑铁卢，原本以为的速决战被打成了持久战，俄军也因此遭受了重大人员损失。绍伊古被认为要为此承担主要责任。去年瓦格纳集团负责人普里戈任发动的短暂叛乱，最大矛头也指向了绍伊古，指控俄国防部腐败，故意让雇佣军送死，一定程度上打击了绍伊古的声誉。